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有历史以来，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，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。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。在这片占据1/6国土的广袤中，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，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，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。从世界第2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2低地爱丁湖，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，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高和低，冷和暖，干和湿，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。这里是新疆，让我们从这里出发，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。被湖泊、河流、湿地浸润的山川，让新疆西北部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、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。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，大河穿过森林，一切变得秀美、灵动。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，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。寒来暑往，满眼青绿，又何止青绿？一切缤纷，也许皆由单调开始。冬季，天山深处，白色的雪，白色的林，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，葱郁的植被，傲岸的生物，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。
从高空俯瞰，新疆西北部3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，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。塔城、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，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。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，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。从11月开始，这里就成为天鹅湖。疣鼻天鹅，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。入冬前，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，大约飞越800公里，到达伊犁河谷。冬季，疣鼻天鹅进入发情期。此时，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。发情期的雄性天鹅，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。自然界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。但是此刻，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。浓妆之后，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。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进入水中。缠绵后，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。沙哑的鸣叫，代表山盟海誓，终身厮守。疣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。作为忠贞的鸟类，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。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。春节前后，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。50匹马，1500只羊，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中，开始6天6夜的行程。途中，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，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。极致的自然环境，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。
即便在肃杀的冬季，新疆也不缺乏色彩。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，特殊的风、光照、温差，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。厚厚的蓝冰之下，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。寂寥的雪原上，赤狐小心翼翼地进入画面。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——啮齿动物。这个时候，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，才能捕捉到1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。搜寻，等待，然后突然俯冲。猎杀在瞬间完成。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。逐渐变暖的风，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。起初，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。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，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。回声是对春的召唤。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，疣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。很快，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，学习飞行。春江水暖，带来远方的召唤。父母陪伴下，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。春天，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。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，正在伊犁、亳州、塔城缓缓拉开帷幕。温润的西风带着希望与生机。塔城库鲁斯台草原褪去冬日的冷峻。
布鲁斯台，中国第2大连片平原草场。丰沛的水资源，让草原3到6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。季节性湿地为大宝、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。塔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。蒙古语中，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。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，在草地上寻找食物。此时，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。沙狐，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银灰色的皮毛，大而尖的耳廓，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。沙狐群居动物，随着逐渐长大，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，才能在草原上立足。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。沙狐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都极为灵敏。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。为了弥补短板，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。然而，来自同伴的背刺，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。慵懒的春日，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。这种冷暖轮回，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。200多万年前，托木尔峰、汉腾格里峰、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，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、中、南3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。高大山系孕育冰川，冰川融水奔腾而下，切出峡谷，穿越森林草原，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——伊犁河。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。大河蜿蜒，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。
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，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，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。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，但是河谷中10°C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。超越时空的温暖、湿润，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。第4季冰期来临时，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。在这个避难所中，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、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。落英、杏花、春山，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。漫山遍野的熙壤，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、起源地。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，有84种类型，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。庞大的树冠下，各色伞状花序静悄悄地绽放。遗世独立的河谷中，它们寂寞地开花，顽强地传粉，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。山脉、峡谷、湖泊、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，宣告夏日的到来。从5月末开始，伊犁、亳州、塔城，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。色彩是许多草本植物的生存之道。进化中，只有最绚丽的色彩，才能吸引最独特的昆虫。伊犁黑蜂，世界4大蜂种之一。新疆最自然的生态，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，让这种通体黝黑、脾气很大的小生灵，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。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，这个中药植物有80、90种，普通蜜蜂采不到。这黑蜂的这个采蜜的这个舌头啊，它可以伸得特别长。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，它可以采到，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蜜。河谷西南部的昭苏，伊犁黑蜂的天然牧场，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，将几乎2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。这样的花海，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。离昭苏不到200公里，或成5万亩的紫色
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。在霍城，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，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。每年，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上千吨干花、数百吨精油。作为世界薰衣草3大主产地之一，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。想象中才有的美，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。冲动之下，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。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，把生活活成理想。晃晃村里有什么？晃有美女。晃晃村里有野草。晃晃村里有薰衣草。晃晃村里有什么？晃晃村里有雪山。伊犁，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。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，就是历史。古道是历史的注脚。夏特古道、乌孙古道，踏过冰川，涉过激流，翻越达坂，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。2000多年前，16岁的细君公主走过古道时，是感到去国的惶恐，离家的乡愿，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？而年迈的解忧公主，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，又该是何等眷恋，何等感慨。古道山顶，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铭碑，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。伊犁将军府，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。随着它的设立，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1000年的西域，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。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归。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。伊犁河谷温暖湿润，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，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。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。6月，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。古老的阿肯弹唱中，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。富饶的大地，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。有父亲放养的骆驼，母亲挤奶的羊群。
逐水草而居的生活，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。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，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、天空和湖泊的蓝，以及牧场的绿。哎呀！如画的山河，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。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。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。冷兵器时代，为了得到它，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。数千年里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作为优秀的赛马，伊犁马修长的脖颈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，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，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，哪怕一动不动，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、典雅。急如风，徐如林，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。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，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。高大的天山，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。袭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，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，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。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，雪岭云杉漫坡生长，绵延不绝。这里是全球雪岭云杉的起源地库尔德宁。一株云杉可以将2.5吨水贮存于心，水汽升腾，化云成雨，护佑林下生灵。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，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，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。
参天的云山，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。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、观察者、参与者，用特殊的方式加入自然。 Покушением квант хаврхан.别地方大家是不知道，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做了个好几年的红外线照相机，照确保也都很简单。夏末，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。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，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。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，经过数万公里跋涉，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。稀薄的水汽。 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，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。空气中的水，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、雨雾、彩虹、冰雹。 如此奇幻的气候，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，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、宁静。数亿年前，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、闭合，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。 赛里木湖，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，面积458平方公里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。在新疆，雪山、草原、森林、湖泊。 极致环境涵养万物。天山脚下，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。赛里木湖的深，衬托艾比湖的浅。这里是艾比湖入水口，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。 艾比湖，新疆最大的咸水湖，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。每年，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，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，将艾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、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。 浅浅的湖盆，广阔的水面，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、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少的驿站。
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。秋意渐浓，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。候鸟离去，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，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。山峦色彩更替时，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，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。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，更迭中，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。秋季，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，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——人间烟火。打草时节，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。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。天似穹庐，苍穹下，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。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，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。此时，他们也迎来了9万亩稻田的丰收。丰收，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。将天地做舞台，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、雄浑。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。河谷地带，无数民族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。而且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有福气。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。无论多少种乐器，只有和谐才典雅；无论有多少色彩，只有和谐才动人。11月底，气温骤降。漫天飞雪中，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。这些如黄豆般大小、晶莹剔透、摇着尾巴的圆球，是三文鱼鱼苗。它们已经满月了，
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。从生命初期，经过冰川雪水3年滋养，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、鱼跃天山的传奇。这是个繁忙的冬季，捕捞队要在河面连续作业1个多月。每天，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。一尾新鲜出水的鱼，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。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。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，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。一望无际的洁白中，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。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，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、添加内容、附着情感的，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，以及共同的历史、共同的生活。